马来西亚学者指责大陆制裁台湾企业有误，台湾远东集团总裁的发言是不是又让这位学者失望了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大陆宣布要制裁台湾顽固台独分子背后的金主。首先呢，第一个罚款的是台湾的远东集团，这个事儿咱们以前聊过。反正这几天台湾岛上蔡英文政府现在还是各种不服啊。台湾前交通部长林佳龙说，大陆对台湾的影响从文攻武吓到现在去试图操纵民主选举，包括政治现金等等，都对台湾有很大的威胁和敌意。台湾人民都看得见，也会反对这样的介入台湾选举的操作行为。就是他认为政治现金不叫操作行为，我们反对政治现金就算是操作行为了。几天前呢，我还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网上有一个文章嘛，是一个马来西亚学者写的。他说我们这个制裁贻笑大方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这么讲？他的理由是说台湾远东集团根本就不是绿营的。在台湾现在的选举制度之下，各个企业都会向蓝绿阵营的人捐款，这是台湾的法律范围之内允许的政治捐款。而且远东集团根本就不算是绿营，算是蓝营，捐款的时候给蓝营的钱更多。意思是你大陆选择制裁远东的时候，选靶子选错了，选到了一个可能是你自己身边的人头上。所以在台湾岛内部，就是很多台独势力在嘲笑远东，说让你跟大陆接近，现在没好果子吃了吧。结果11月29号，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徐旭东就以资深工业人的身份，在台湾蓝营的联合报上发表文章，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。他说，台湾应该对大陆市场有合理的认识和判断，不应该让意识形态凌驾一切。而台湾现在逢中必反现象不断扩大，这才是令人忧心的。首先定性了，有错也是台湾当局的错，也是台湾社会逢中必反的错。然后又说，全世界跨国企业看重中国大陆市场程度有增无减，多数美国企业表示，过去1年没有将供应链的任何一部分移出大陆，近半数美国企业还计划在未来1年内加强扩大在大陆投资。意思是台湾当局最近宣布希望台湾企业撤出大陆回台湾投资，对不起，远东集团就要留在大陆。他还讲，反观台湾社会，公投和选举占据了政府官员和政治人物绝大部分注意力，对于台湾政治经济未来布局缺乏讨论。你现在台湾这帮领导人不是说我们干涉大选吗？这位徐旭东干脆连台湾的选举都看不上了。他说，这正是我担心的，我很着急。另外最关键的一句是，他强调自己一向反对台独，支持汪古会谈时主张的9·2共识。首先，前几天国台办朱凤莲的发言提到，判断一个台湾企业是不是我们未来惩治对象，就要看这个企业对台独是什么态度，对9·2共识是什么态度。而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的表态非常清楚，就是对应了国台办提到这2个条件说的，说明国台办的话根本就没白说呀。而且我们对远东的制裁也让远东有了理由，有了胆子在岛内大声说反台独，支持9·2共识，大声说反对台湾要求企业离开大陆，自己要坚决留在大陆。这就是公开选边站了。谁说我们的制裁没有效果？而且我们为什么要选一个蓝营企业呢？它是蓝营企业，难道我们不知道吗？其实这个也很好解释，只有蓝营企业才会配合我们把这出戏唱好，这出戏的结局也必须是跟着大陆有肉吃，而不是直接把一个企业演死了。兵法说，围3却1，网开一面，要让对方丧失斗志，就让对方看到放弃抵抗之后有活路。所以马来西亚这个作者呀，他的文章应该是出于好意，但是他把问题想得太表面化，把我们低估了。好，关于这个马来西亚学者对我们制裁台独企业的动作是不是判断错了，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